从睡梦中惊醒的安吉尔惊恐地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潮湿地下室，两双手都被捆得死死的。当绑匪出现时，安吉尔强行装作镇定的样子，将刚才的慌乱给伪装了起来。对方显然软硬不吃，拽着他的头发，逼迫他说出 BOSS 的金库所在地。毕竟他是对方最亲密的小美人，又从他嘴里撬出线索，只需要用一根滚烫的大棒让他爽就是了。纵横席梦思厕所小巷子多年的安吉尔还怕这点东西，有本事就掏出来比划比划。随着安吉尔甜腻腻的一声 Daddy， 绑匪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撕开衣服和他酣战18回合。不是，你以前演的就是这种东西呀！客栈众人齐聚一堂，看着电视机上放的艳片，那是神态各异。安吉尔自豪极了，就是这部糙汉硬上小娇妻的片子，让自己荣获了色色奖、金奖。夏利都不忍看下去了，维基帮老婆捂住了嘴，询问安吉尔：“这都什么鸟毛东西啊？”安吉尔不解。不是你们说的今天是展示分享日吗？这可是自己职业生涯最棒的作品，让自己赢了另一个浪荡的奶子射手表。然而就是这一部被安吉尔视为至高水准的片儿，却被赫斯克吐槽太假了。真的视听场景可比这残酷的多，这部片就是纯纯的烂片。感受到被冒犯的安吉尔瞬间不爽，你就看这片子的体型差和里面花哨的玩法，哪个不是经典？两人在那争辩的时候，一旁的纯情小生眼睛都不敢看一下，感觉自己脏了。只有尼芙迪这个小妮子看得津津有味。赫斯克真心觉得没意思，喝嗨了就把这些玩意儿掏出来当谈资，自己已经听到耳根子长茧了。作为酒保，他已经快摸透现在客栈居民的成分了。潘修斯缺乏安全感的纯小丑，盯着大家呼呼大睡。夏利是个徒有善心却无法解决自己问题的老好人。维基批判所有人和事儿，是因为他痛恨自己。尼芙迪就是彻底的疯子，别想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安吉尔觉得赫斯克吐槽的太到位了，没想到小猫咪攻击性这么强。赫斯克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哪有好人管自己一个大男人叫 Little Kitty？ 上述人才都还能理解。赫斯克正准备开始锐评安吉尔时，对方接了通电话。隔老远就能听到那边的鸟语花香，安吉尔还得装作这是一通商务电话，自己得去忙业务了，并不在意这位醉鬼酒保的看法。夏利这边着急证明客栈，但他无法解决掉瓦伦蒂诺，所以只能放安吉尔走。他愁的就差在地上撒泼打滚了。维基觉得他作为地狱公主，应该利用自己身份所带来的权利，虽然克制是好事，但使用这份权利或许是另一种友善。夏利瞬间活了过来，自己或许可以对瓦伦蒂诺使用这份友善，让安吉尔多在客栈待一会儿。此时的安吉尔有点小崩溃，自己就演个毛片，整这么几页多台词是怎样啊？瓦伦蒂诺觉得在这片场上随意发挥就是了。今天依旧是荒谬和满足大家叉 P 的多人运动。安吉尔刚打开自己的大腿，就看到夏利那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进来。安吉尔立刻推开了眼前的彪形大汉，打算去解救夏利纯洁的心灵。一进来，小公主就叹为观止，大波浪女，壮汉露男，妖娆的姿势尽显性感本色。安吉尔不懂，你个小妮子来干嘛的呀？上时无课。夏利大张旗鼓地说自己是地狱公主，想去哪去哪，但私底下悄悄告诉安吉尔自己是来帮他的。安吉尔为了夏利好，让他赶紧离开这儿，没想到还是被瓦伦蒂诺给发现了。对方一上来就行了个甜手礼，甚至吹耳旁风，想让他成为 P 站网红，超越他爹。好悬没给夏利整出一身鸡皮疙瘩，只能先等安吉尔工作完。虽然总说安吉尔浪荡成性，但面对夏利他还是收敛了许多，强行改口癖，把 Dick 改成了杠。现场气氛正好，收音话筒掉了下来，众谋转头去看，才发现夏利正和收音师聊天呢，这大大影响了拍摄效率。瓦伦蒂诺不得不暂停拍摄，夏利露出假笑，尴尬表示要不咱改剧情，结果脚下一滑，给人电线扯断，引发了片场的火灾，现场一片混乱，安吉尔人都不敢动了。因为他知道瓦伦蒂诺生气了有多可怕，大扑棱蛾子一扇翅膀就将火给灭了。旁边的夏利都快吓哭了，但真的欲哭无泪的还得是安吉尔，他被瓦伦蒂诺叫去了化妆室开小会，这注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会议，因为安吉尔的灵魂早已卖给了瓦伦蒂诺。面对对方施加的暴力行为，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哪怕他极力解释自己并没有想靠路西法的女儿去违约。今天的事儿也实打实让瓦伦蒂诺感受到了挑衅。按照协议，他必须去做到蛾子提出的任何条件，他可以不带犹豫的说自己会听话，自己愿意被20个男人操翻。但唯独赶走夏利这件事儿让他犹豫了，因为他知道夏利不是坏人，所以无法对他恶言相向。他作为朋友担心夏利会受到伤害，所以只能对瓦伦蒂诺言听计从。看到安吉尔被对方打的脸上有伤痕，拽着像破布娃娃似的扔出来，一直压抑着情绪的夏利在这一刻爆发了。安吉尔立刻阻止了他，
被迫对他恶言相向，将他给赶了出去。尽管情况很残酷，尽管他很清楚这不是双方同意的，也不是自愿的，但他内心某些扭曲的部分却迫使他去低头。安吉尔弓起臀部，祈求上位者更多的惩罚性的插入。推动这些行为的不是爱，也不是同意，而是夹杂着恐惧和带给他绝望的毒药。拍摄结束后，回到客栈的安吉尔十分疲惫，夏利很想和安吉尔搭话，但又想起昨晚的事儿，两人就这样闹着别扭。赫斯克见安吉尔的样子就知道他不好受，但偏偏安吉尔又总爱逞强，赫斯克只有给他倒杯果汁儿。小蜘蛛一口下去就知道不对劲儿，直接甩恨给酒杯推翻了。作为过来人，赫斯克知道人一旦遇到麻烦就想用酒精麻痹自己，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很傻。安吉尔反问他，那该去哪儿寻找解决办法呢？你的卧室还是你的床上？赫斯克知道安吉尔的内心，所以看到他还在装模作样，真的很生气，简直就是个虚伪的混球。一句话彻底激怒了安吉尔，结果孩子太高了，还没摔3秒就一头撞到顶棚，这一碰像是彻底打开了安吉尔发放的开关。他吹捧着自己昂贵的身价，讲述着别人为了睡自己去杀人，最后愤愤离去。夏利也能看出来安吉尔一直在逞强，毕竟今天发生的事儿太多了。维基在安抚老婆的同时，提醒身后直肠子的某人该追出去了，毕竟是他惹出的事端。夏利觉得大家不该强迫他回来，这时候只要保证他平安无事就好了。赫斯克知道自己躲不过，跟着安吉尔去了他常去的俱乐部。他果然在用大麻麻痹自己的神经。赫斯克坐在吧台处，盯着安吉尔在那边吹水，其中一个倒酒的不老实，在酒杯里下了爱情魔药。什么精虫上脑的混球，赫斯克直接将他给丢了出去。其他几个见状，立刻掏出了自己的热兵器。赫斯克拉着安吉尔就跑，顺带还用扑克牌去制敌，化身优雅的卡牌大师。出了俱乐部，两人就开始拌嘴。安吉尔觉得赫斯克太小看自己了，他当然知道酒杯里被下药了，所以安吉尔任凭被人下药的轻浮反应让赫斯克火大。安吉尔反倒不懂他在气什么，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逼不得已，是背后隐秘的残忍的真相在推动自己前行。赫斯克只看到了他在自甘堕落，走向毁灭。他希望安吉尔可以卸下伪装，向自己倾诉，可惜安吉尔还在记仇，转身就走了。赫斯克叹了口气，他希望安吉尔坦诚点，别再试探自己的底线了，因为在客栈里没人在乎你是谁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住户，不用在大家面前演戏了。安吉尔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不是想演，是不得不演。不躲进这里去磕到嗨喝到吐，自己就会产生深深的厌恶，逃避那种对一切的厌恶，他才会有活着的感觉。自甘堕落到蛾子都讨厌的程度，自己或许才能解脱。安吉尔第一次向别人敞开心扉，赫斯克同样能够感同身受，虽然他们的筹码不同。曾经的他也是罪人领主，他享受掌权的快感，在他成为赌徒后，他便一发不可收拾。行走在钢丝上的感觉，就像被猫爪抓到溃烂的伤口，痒痒的。可一旦失去了命运女神的垂青，就会将自己本身都给赌进去。所以在那次和阿拉斯托的赌局上，他输掉了作为罪人领主的身份与地位，成为了阿拉斯托的棋子。无法翻身与无法回头的感觉和坠入泥泞没有区别。不过既然已经受伤了，那就不要再让自己陷得更深，卸下重担，放下自我厌恶，往前看。客栈的大家一直都在等着你，所以就不要再推开大家了好吗？聊了一场后，安吉尔心里畅快多了，悬着的心还没放下，刚才那几个倒霉鬼又追了出来。赫斯克让安吉尔放心，那种小喽啰自己随便就收拾掉了。安吉尔哪能躲在赫斯克背后乖乖当个 baby door 呢？他抬手就是一梭子子弹，给那几个二流子打了过去。你猜蜘蛛有几条腿？二人组一出手，直接打得连渣子都不剩。调酒赌博不是赫斯克唯一的专长，所以性感也不是安吉尔唯一的专长。浴血奋战一番的二人回到了客栈，此时的夏利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100封道歉信，一回来就将他紧紧抱在怀里。安吉尔坦率地接受了夏利的道歉，夏利激动的眼泪汪汪的，安吉尔识趣的将他像领小鸡一样交给了维基，抱着孩子回去睡觉。两位大人则是决定喝一杯，继续聊天，毕竟想说的话一时间是说不完的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视频，我们再见。